根据俄乌军方的消息，双方仍在乌东展开激战，西方国家则继续围绕乌克兰问题大做文章。继德国总统打卡乌克兰后，基辅又将迎来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而有美媒报道，美国政府正暗中鼓励乌克兰政府释放愿意与俄罗斯和谈的信号。不过，美方并非真心把乌方拉回谈判桌，而是希望确保乌方继续获得他国的军事援助。7号，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迪姆·普里斯塔科在英国天空新闻的节目中透露，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将访问乌克兰。普里斯塔科称，为了你们首相的安全，暂不公布具体日期，但他很快就会来到乌克兰。实际上，刚刚上任2周的苏纳克日子不太好过，一面是前首相特拉斯任内留下了50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亟待填补，一面是创历史新高的能源账单和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此外，对于不知不觉中就当了俄乌冲突冤大头这件事，苏纳克政府也很郁闷。根据英国乌克兰之家住房计划，多达10万名乌克兰难民被四散安置，英国政府需为每名难民住房提供每月350英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称，今年冬天还将有新一波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潮，人数可能高达80万人。但这个寒冬，英国也没多少余粮了。据英国《每日邮报》消息，苏纳克政府正在考虑取消英国的难民安置计划。在该报道的评论区，呼吁停火谈判以及呐喊英国已经没钱了的评论获得了压倒性的点赞数量。某个程度来讲，英国其实就是美国的跟班，他希望还是跟着美国的战略走。那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人道上的这个支持等等，其实你看，乌克兰现在有超过几百万的这种难民都在西欧的各个国家在那边流离失所，这对各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之下，领导之下，希望能够继续去打这一场拖垮俄罗斯的这种战役。但是我并不看好这种讲法。假如美国明天的这个期中选举，对于拜登总统来讲，众议院的失败几乎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假如说参议院也失去了多数党的这种席次的话，可能俄乌战争他们真正的要去做一个等于说是做一个转弦跟章的这种做法。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私下劝说乌克兰领导人对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持开放态度。报道称，美方的目的并非要把乌克兰推上谈判桌，而是在其他国家担心俄乌冲突会持续数年的背景下，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借此姿态得到更多的其他国家的支持。华尔街日报6号则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几个月一直与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保持联系，还与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进行了秘密对话，希望避免俄乌冲突继续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并保持俄美两国的沟通渠道畅通。有关秘密对话的确切日期、次数以及是否产生效果尚不清楚。另外，该报道还披露，沙利文在同乌克兰领导层交流时，劝说乌方公开表示愿意化解冲突。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就表示，美国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他还表示，俄罗斯对同乌克兰谈判仍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时指出，由于乌方在立法层面设置了同俄方接触的障碍，目前俄乌谈判无法进行。美国在俄乌战争的这个战略上面来讲，似乎已经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挫败。过去从美国一方面的单方面的想法是希望把俄罗斯拖在这个乌克兰战役之中，然后拖垮普丁政府的这种企图心。但是在这个欧洲，因为能源，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似乎再也已经拖不下去的这种状况。尤其当俄罗斯在久战不下的时候，他已经释放出来，不排除用核子武器的当成这种一个战争的工具的这种状况之下，那对美国来讲，他又不希望造成一个上升到核子战争的这种威胁，这样子对美国绝对没有好处。所以美国希望透过谈判，能够把俄乌之间的这战争的状况，能够把它降温。
而沙利文为乌克兰问题四处奔走的背后，也暴露出美国两党和国会此前对乌克兰的一致支持已出现分歧。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上个月暗示，如果共和党人在8号的中期选举中重新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将控制在乌克兰的开支。共和党籍众议员格林更为极端，扬言国会在共和党领导下不会再给乌克兰1分钱。美媒认为，一旦美国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将对乌方造成重大打击，并可能改变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不仅在援乌问题上日趋谨慎，美方在制裁问题上尽管要求盟友不顾一切削弱俄罗斯，但显然也是留了一手。据彭博社8号报道，在今年9月21号长达7个小时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民主党籍议员布拉德·希尔曼曾向知名商业银行摩根大通 CEO 杰米·戴蒙施压，要求摩根大通切断与包括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内的俄罗斯公司的关系。希尔曼认为，摩根大通等银行正在利用制裁漏洞继续在俄罗斯违规开展业务。不过，戴蒙对此回应道：“我们正在听从美国政府的指示，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私底下已经敦促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等银行业巨头继续与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俄罗斯公司开展业务。报道称，美国政府这一静悄悄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努力减少对俄制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彭博社认为，这种制裁政策上的反复显示，美国政府与银行想要维持着一种平衡，既希望通过制裁尽量切断俄罗斯政府的资金来源，又希望制裁不会造成更广泛的经济冲击。